放慢是一种难得的奢侈。驻足，观赏，拈花微笑。物质的丰裕让我们追赶得太快，忽略的太多。美是什么？一壶茶，一杯酒，一叶，一花，露台的一米阳光，美由心而生。给你的心一点时间，一点空间，收获美与好。邵宏导演，非常开心请到你来我的节目，因为你是我非常喜欢欣赏的一个中国的女导演。你的《橘子红了》《大明宫词》，还有你监制的《人间四月天》，我都非常喜欢。还有我们一起拍的《马可仕途城》。他不会的。为什么不会？我跟你打赌，我在这里长大的。我很好奇，你拍很多女性的电影啊，那你想在你的电影里面传达一种什么样的美学？两种吧，一种呢就是让人们通过历史的故事，还有人物，还有包括现代的女性的生活，然后能了解到女人其实是传达这些审美的趣味，还有审美的情趣很重要的一个载体。是，而且呢是女人表达的方式都是用情感来表达，对，另外用情感去判断事物，他们是跟生活距离最近的人，还有就是具体的操制生活的这样子的性别，所以他们是可能跟美的距离是最近的。是，而且女性我觉得她跟生活密切的结合在一起。对呀，以前的女孩子可能不用有事业，都管家啦，家里里里外外啊，上上下下都得要去照顾的，这种就是很复杂的那种情感，是需要很慢的细腻的表达才能传达出来的。是的，我觉得就是想要了解自己，就得要了解自己的过往，然后自己的这种传统，还有自己的历史。我就对这些东西非常感兴趣。是的，是的。然后我觉得为什么变成我们？然后为什么有这样子的社会的存在？为什么有这种文化的积淀？就东方的美学，我觉得我小时候在苏州学到很多的。就中国的传统那种美啊，比如说那种粽子啦、咸鸭蛋啦，你一吃那个菜，你就知道哦，什么季节到了。对呀，生活中有各种这样的美。我们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吹过树叶的声音了？我觉得还是要慢一点，就慢慢品。是的。那你怎么挑演员呢？演员就是我还是会去琢磨看这个人的气质，他的形态和这个人物是不是很相近。你最注重演员哪种气质？漂亮的，或者是他会演戏的？主要还是要会演戏。要演戏。一般要年轻的演员呢，其实我觉得你很难要求他像老戏骨一样，像你们这样的很有经验的人能演得好。但是呢，他身边需要有一个这么样有经验的人，能跟他一块对戏，他就可以把他给提起来。我比较注重跟演员交流，对，就一场戏一场戏的聊，演员讲他的想法，然后呢，我呢能够了解演员的想法，并且呢，我也可以去跟他们讲那个时代的故事啊，讲这个人物的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命运呐，他的由来，就是我自己看到的这些东西，慢慢的渗透给演员。如果在现场啊，那个演员怎么都演不到你要的要求，
那你咋办呢？办法很多，主要是看对方是什么样的演员，你要琢磨他。有的时候他要吃哪套，你就得想办法给他来一下。所以你得懂心理学。对，我觉得导演真的是要懂人，你对人一定要很敏感，就了解他是什么特点的人。从第一天就要准备一手，就万一他要演不好的时候，我使哪一招。但你选的演员都很会演戏，这是你首要的条件是吧？啊，对，当时就看见你跟白百合站的那块儿吧，我真的好享受，这两个人选的太对了，然后我就觉得导演其实这时候是最幸福的。什么样的演员你是最不喜欢跟他合作的？比如说必须要在固定的时间里你要拍完我的戏，要不然不拍完我就走。这最头疼。你有合作过这样的演员？有，但是呢，后来我发现哈，真正的就演员投入进去了之后吧，他就把自己那个时间给忘了，而且也显得比较好说话了。反正我每次后来呢都是讲说商量怎么样，然后演员说没关系，都比较理解，因为他觉得就是你创作嘛，对吧？他也很希望把这场戏拍完，也希望不要被打断，然后明天来可能感觉就不一样。对，所以呢就还挺好商量。那你有遇过不好商量的吗？有啊，掉头就走了。那你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就把他戏删了呗。那咋办呀？正好给我一机会，把这戏改了算了。然后我就跟他的经纪人讲说：“你走吧。”经纪人还很诧异地问我说：“那他还有好几场戏没拍完。”我说：“我觉得你们不太在乎拍不拍完。”对啊，然后他想说：“那我们还是挺在乎的。”我说：“你别在乎了。”你现在就去机场吧。我说我都觉得有腔调，不在乎。他说那这不是很损失吗？我说你要是会觉得有损失，我觉得你也不会提这个要求。是的，我跟你的合作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好的导演很严格，就对自己、对演员、对整个工作环境要求都很高。起码你来找我的时候，你完全知道找我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而且准备功夫非常的丰富。我记得那个时候的服装，你找张淑平，对，我们还问那个向太太啊，对，把那个年代的大姐大的那些衣服，对，我觉得他下了好多功夫。对的，这些东西很重要，就是他慢慢的帮一个人物营造起来一个让人很可信，他自己也很觉得很可信的那种感觉。是的。我们这么辛苦拍一部电影出来，如果观众觉得没看懂，那你会不舒服吗？会有看懂的，也有看不懂的，应该比较客观的讲哈。是，因为现在的观众的分界是非常明显的，从年龄层啊，还有城市，它的这个分别很具象。我越是那种作者型的创作哈，就越可能是它符合某一种人群喜欢，但有一些人群可能离他的生活的经验和感受就比较远，他也有可能会有距离感。但是我就相信，就是说，一定是有你自己的观众。其实有你自己的观众，这个是非常公平和客观的一个市场现象。你跟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他们都是同学吗？对，就张艺谋是摄影系的，凯歌、壮壮跟我呢都是导演系的，但是一届。你会不会觉得你们那一代的导演真的为中国的电影创造了很多光辉的历史？那个时候电影刚刚开始复苏，文化也刚刚开始复苏，对，所以呢就显得比较突出。是的，也没别人。就你们这一代导演出来，电影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质量啊、拍摄啊、手法啊、想表达的那些内容啊，都跟我以前看到知道的不一样啊。那倒是很有创作氛围，也很自由的给你去创作的那个时代。对，主要80年代是一个非常开放，而且呢，就是一个文化新浪潮的一个年代，所以那个年代确实赋予了大家很多的思辨的、宽松的环境吧，所以能让我们能够发挥出来。而且我们这一批的学生还有一个主要的特点呢，基本上都是从社会上来的，不是应届生。应届生有很少，2/3的学生都是来自于上山下乡过，然后去过工厂，然后当过兵，摸爬滚打的这么多年了之后，重新返回到学校。就是在国际上也是你们这些导演让外国观众看到了我们中国，哇，原来可以拍出这么美的一些电影出来的。
它主要是很多年吧，就跟国际文化的交流基本上是断裂的。你像最早的一批电影在国外还是解放前的。20-30年代的中国电影，那时候其实跟国际的电影就差距不是很大，然后呢，直接呢就跳到了80年代，所以呢，大家对这个东方的文化的好奇心呢，文化的那个特色哈，就会反映的非常的强烈。在你那一届导演的学校里面，只有你一个女导演学？没有，很多9个。很多人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去做其他的幕后啊，或者是这样的工作。女性做导演哈，确实是会在一生中遇到很多很多逾越不了的，比方说家庭啊、对，婚姻啊、孩子啊。方方面面，甚至于你想我们这一代的人，你还得自己找钱，是啊，然后你还给自己还要推销，还要给自己就反正处理所有的这种制片人的工作，那时候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干。那这个工作量还有对一个人的要求，承受力确实是太大了。我还刚刚想问你，做女导演有没有什么优势？没有任何优势。就是你，哎呀，我很累了，我有没有人撒娇啊？对呀，撒娇。到那个时候，都男的都跟你撒娇呢，哪都是你跟他们撒娇，他肯定的一句话，谁让你做导演呢？就那意思说，本来这事儿就不该你干，你要这样干，你就必须得坚强。所以这个职业会把我们训练得非常的坚强。所以你在现场会不会带了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情绪到现场？对对对，就是人对女导演有一种想象，其实都是误解。所以那时候去参加综艺活动，他都觉得是你最好是扮演一个硬壳导演。我说什么叫硬壳导演？他就是说要比较厉害。可是我说厉害，你要是跟演员厉害，他更不会演了。对，其实，在现实中不是那样的。是的，是的。哎，我知道你是苏州出生的。对，我苏州出生的。其实你也是苏州人哈。对，我是苏州人。其实咱俩这个真是还是挺有缘分的。很有缘分。但是呢，我真正认识你的时候，你是在香港工作。是的。香港的导演会，他们也有一些活动哈，我们都有互相的交流。两岸三地啊什么的，香港的影人哈非常团结，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就凝聚力很强。对，香港电影跟内地的电影创作上面很不一样。我们的体系哈是比较像苏联。就是像北欧的这种体系，是我喜欢的那种。对，就是你说的文艺片呀什么的，很文化的这样子的。香港的呢就比较偏于商业的，但是呢，其实香港这个制作的也有很人性的地方，就是跟那个真正的美国的工业哈不太一样。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到美国做学者访问的时候，就访问过吴宇森导演，他就特别头疼，他就觉得香港人拍电影就非常即兴，非常现场化。是，但是呢，真正的美国的工业电影呢，就非常的就工业化，你不能有任何改变。它没有灵活性，没有灵活性，他就受不了。他想说这个创作，他就是要有这个即兴的哈，为什么就不允许有即兴的？是，你觉得你偏向于哪一种呢？灵活好，还是按部就班？我就是得要这样子。我觉得其实要综合一下。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创作你会有一些现场的想法，是，但是呢，对于拍电影来讲，你不工业化的话，也确实是很麻烦。有些东西你不要做好准备哈，你在现场改，对于制作来讲是会有很大的困难哈。为什么你不当导演呢？就很多演员都要当导演啊。我觉得导演不是那么容易当的。我曾经有一瞬间想过。因为做导演很威武啊，不怒自威啊，就现场每个人跟你讲的，哎，导演，就不敢很大声的讲话。但是我仔细考虑了一下，我觉得我根本没有资格当导演。我觉得我当演员，把我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好，已经很不得了了。我觉得导演必须要对天文、地理、历史、音乐、美学，还有心理学。你都得要懂，你还得要照顾演员的情绪，照顾工作人员的情绪，还得要自己去找钱。我觉得你可以啊，我不行。下次你当导演，我在你旁边坐着。我不行，你放过我，我还是喜欢在你的电影里面当个演员就好了。和嘉玲聊完很开心，我和她都是对生活和美保有热情和思考的人。每刻每日的时间不断，但没有一天的生活是重复的。就像每一片叶子，
都有它自己的纹路和美丽。只要去看，去感受，就能发现时光此刻和彼岸的美。枝繁叶茂和繁花盛开都一样，都是一棵树扎根深入的证据。如果有一些美在瞬间惊艳时光，那就有另一种美始终不声不响。传统的美之所以能够被感受，也许是因为美最终只源于一个地方，只需蓦然回首，就在灯火阑珊处。黑塞曾经写过，没有一个人曾经整个完全发挥他自己，可每一个人却都努力要做到那个地步。路途通达，或是盘旋，我都还在成为自己的路上。欢迎大肖对，来到我的节目《对照记》，很开心认识你啊！我我认识你的时候，应该是我看《流浪地球》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票房好像差不多46亿多啊，然后我特地去电影院看，很惊喜的一个面孔，我觉得你表演得非常好，谢谢，就完全不像一个新人。你怎么样去找到那个角色？你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做功课吗？还好。也会跟角色会有一些矛盾的地方，制作方愿意来找我去扮演这个角色，可能就是觉得我身上有他们想要去在这个角色上更多的展现的点。那么我其实要做的就是找到我自己跟他的共同点。我不能说镜头前去表演我自己，而是我去扮演那个角色。对的。那个时候你是第几部电影啊？电影的话是第3部，已经第3部了。对。那你感觉电影跟电视有什么不一样？我以前会有区分，但我后来有跟一个前辈聊到这个问题，他给我的答案就是，其实，在表演上是没有区别的。对，表演都是去扮演角色嘛。所以我也觉得是这样子，顶多在镜头上会需要一些配合的东西。然后你也演话剧，对，你的 talent 还是蛮广泛的嘛，可塑性很高啊你。谢谢。其实就是我自己喜欢嘛，话剧是一直在我的 list 上面的事情。从没有毕业的时候，我就说要30岁之前一定要回去演话剧。那舞台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么有魅力？因为我直面观众嘛，然后我也最纯粹，然后也是从整个时间线很流畅的表演。其实我喜欢的一点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也可以去让我的表演能够回炉重造，可以从这个环境里面吸取到更多的养分。是的，对，因为我也回去演过舞台剧，我觉得演舞台剧这个排练的过程我非常的享受，因为导演还有其他的对手跟你一起去找到你那个角色后面的一些故事。每一次表演其实都不一样的，虽然台词是一样的，所以这种是我觉得最刺激跟过瘾的。我喜欢上舞台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也跟你一样，我也希望3到5年回去演一个舞台剧，这个对演员是有提升的。你平常看电影吗？当然看。你喜欢的男演员有哪一些类型的？我喜欢马修麦康纳，国内的话张家辉。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演员呢？其实没有一个名字，我想成为我自己。你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你觉得我做这一行算是成功的？很难讲。如果说我作为演员，然后我要去达到什么奖项，或者说是我的票房要达到多少，我觉得这种目标比较抓不到。然后我也不想以这样的目标为追求所在。像我年轻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啊。我都希望去模仿一些别人，比如说那个人是很受欢迎的，或者是在某个电影里面是很成功的。那我试着想去成为他，但后来走着走着会觉得这是行不通的，你还是要回来做你自己。对。
才是我最想要的。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对，我有的，因为就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知道自己喜欢表演，但是不是那么确定自己要去要什么，然后自己嗨的点到底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有拍过对于当时而言片酬很高的戏，然后那个戏也不算很难，但是每天起来就很痛苦，因为觉得我今天要去很痛苦的做一些工作，我并不开心。然后后来我拍片酬最少的一个戏，但是我每天也很累，但是每天早上起来我就很有干劲，因为我觉得我今天是要去搞创作的啊。然后后来我知道了我自己想要什么，喜欢什么，我嗨什么，那我之后就去这么做好了。你有没有经纪公司要帮你做一个什么人设？你要成为这种形象的一种演员，你自己又很矛盾的想做自己。有的，以前生活在这样的矛盾当中，所以你不快乐。对，以前是的。对，现在好了吗？对，好了。对。怎么样好了呢？因为我离开那个公司了。然后在你的演艺生涯里面，你有没有试过自己争取到的一个角色？有，《流浪地球》也好，《我要我们在一起》也好，都是有一拍即合的部分，也有后来我自己跟导演也好，跟监制也好，跟他们去表达我对角色的理解和我想要怎么样去表达这个角色的一些东西，算是某种方面的去赢得这个角色吧。你觉得你是天生会演戏的吗？我觉得应该不是吧，我没有觉得自己多有天分，但是还是可能会有一些灵光一现的地方。但我觉得我看到的你是具备了做演员所有的条件。谢谢。因为我觉得你的眼神里面是很透彻的，很坚定。因为看你不同的角色啊，你都把那个角色赋予了很多的生命。这个是我欣赏的演员的一个特质。你这段时间在休息吗？对。那你平常做什么呢？我平常还挺宅的。你是宅的？对，会出门去骑摩托车。是哈里那种吗？赛车类的吧，赛车和越野。那你平常出门现在都是骑摩托车吗？对，其实我对摩托车就是小时候就莫名其妙的想去骑，然后来了北京之后也有一直说想，就是也是在一个我人生 list 上面的一件事情，那我就去做了。那看来你内心是很疯狂、很野的一个男生哦。对，我可以很有力量，也可以很有安静的时候。我们来讲讲你的感情。你长得这么帅，你应该很少主动是吧？也不是啦，也会有主动的时候。感情上面，其实我以前挺不自信的，我自己并不会觉得我是一个长相上很出众，或者说很有魅力的一个男孩啊。你这个是凡尔赛吗？没有，真的，说实话。那你从小到大，你爸妈啊，或者是你同学、你老师的眼中，你是不是一个帅哥？我妈反正一直在打压我。打压你呀？为什么？因为她会听到很多的同学啊，然后老师啊说你儿子在学校受女孩喜欢巴拉巴拉巴拉之类的，然后我妈妈就会说，不要去当一个花瓶，然后就是要有内容。对，就包括我妈前段时间来看我，然后都还在说想不太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我。啊，你妈妈想不通啊？对。你知道吗？我现在发现男孩子长得帅，你要真的很小心而已，因为你身边那么多人围绕着你，一不小心可能会走错路。是的。或者会被人利用。是的。这个你要小心。会的。我是一个很愿意把人想得很善良和简单的人，我不会去先一步的去猜忌他会有什么图谋啊这样子的之类的。所以说我很容易你说什么。你很坦诚的这样告诉我，那我就会愿意很坦诚的相对。对呀，对呀。那我想知道你心目中有没有想追求的一个女孩子是什么样子的呢？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画面。其实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啊，就是可能幼儿园啊、小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讲叫梦中情人啊，就是应该是一个长头发，然后黑头发直直的。但是其实后来初高中的时候就会喜欢，反而是那种短头发的可爱的那种。所以说我会觉得没有说一个确切的理想性，一个形象。对，如果说出现了，那感觉对，那就 OK。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能不能跟他相处。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说，就是2个人在一起的感觉嘛。是的，是的。如果说你长得很漂亮，但是我跟你接触了10分钟、半小时，我们俩聊不来，没错，就会很。其实聊得来很重要，2个人在一起舒服啊，简单，而且可以在对方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或者共同的成长，这个也蛮重要的。是的，是的，是的。你会不会从小到大你的成长环境，然后你遇到的一些事情都是如你所愿？突然之间有一天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不是我想象的这个样子的？有。离开大学，离开象牙塔，其实有对社会的心理准备，对行业的心理准备，但是会觉得其实不能期许于外界的改变，不能说你走得更高更好，然后周围就变得随之变得更好，其实并不是。如果说不能事事如愿的话，那我就从我自己开始，然后我找到一帮方向是一致的人，步调一致的人，然后我们在一块儿奋斗就 OK。以前很愤青。说啊，我要去改变这个世界，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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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其实后来会有误解。比方说，你的出发点，你是想分享一个很好的东西给大家，但是如果说不了解你的人，或者说心怀不轨的人会去曲解你，是的，那就得不偿失。改变世界很难，那不如就是先把自己也做好，再去说。对你刚刚说的那些过程，每个年轻人都经历过的。对，就我也有试过那种。不公平的待遇啊，或者是我明明这样想的，为什么你们可以歪曲了我的想法？而且好多人会认同歪曲的那种想法。对，那个时候你会想不通，然后会有很多很多的情绪，很多很多问号。但是后来我会觉得，只要我很真诚的做每一件事情，对待每一个人，我没有想伤害任何一个人，我觉得时间是可以给予你正确的一个答案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很开心跟你聊天。我也很开心。其实我来很意外，但我也非常的荣幸和激动。你知道吗？你是我们对照季第一个男生。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访谈特别好，因为入行也蛮久了，然后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记者呀、杂志采访，蛮多采访的。然后就觉得千篇一律，大家会有雷同，大家都会问相同的东西。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2个我说的东西可能不一定能够理解。我曾经想象过，就是对于我们行业来说，什么样的采访是 OK 的，可能就真的是得找一个相熟的人，对，然后你跟他在一起聊天会有安全感，是，就会聊到一些可能真的让人愿意听的东西。是，然后我真的祝你事业越来越朝着你自己想要的方向继续成功的发展，然后感情上找到一个相爱的女朋友。没事，这个我不着急。慢慢来，你太年轻了。对，谢谢嘉玲姐，谢谢。每个人最终的目的，都是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以我的方式笑，以我的方式哭，以我的方式去体验这个世界。然后不遗憾地说，我从没有变成任何人的影子。做一个好演员，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成为别人。关于自我的诸多疑惑，也许答案本身其实并没有那么难以回答。难就难在，这是一个需要用一生去解答的命题。